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5月1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1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74.10， 收盘价是 174.84，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75.79， 最低价是在 171.43。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4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5972.27 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目前又出现了上行走势。MACD 双线是继续合拢，在零轴的上方继续出现微小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短期的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1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下影线长。那么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回档中。那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叫蜻蜓线。蜻蜓线的特征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上影线很短。那蜻蜓线通常它是变盘的信号 K 线。那目前这根蜻蜓线所处的位置呢，是在下跌的，也就是股价反弹之后出现了反转向下，然后出现的蜻蜓线。那它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在20日均线值遇到了支撑。然后呢，我们也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是呈现的较前一个交易日继续量缩。实际上我们会看到连续3个交易日出现了量缩，然后股价出现了一个横盘的状态。那么正好那这样的一根蜻蜓线又是出现在一个止跌的位置上，那说明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说既没有空头力量的进入，也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它是一根典型的休息的一根 K 线。那么日后呢，股价将会出现或者是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或者将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攻。那上方要突破的目标就是180，下方要跌破的目标就是168。所以我们说现在出现了一个小的横盘区域，在180和168之间。那如果我们说在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不选择突破的话，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我们认为股价就是股价的走向也将是要向上突破180，向下跌破168，也是要突破这个范围。好，那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低开低走，会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169附近，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会出现高开高走，收盘价在178，也就是出现反弹。那实际在5月16日收盘价是在174.84。我们说既没有出现反弹，也没有出现下跌，而是出现了一个横盘向上。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在点位上相差较大，并且呢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接下来股价将会出现突破，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那对于5月1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188。虽然我们说啊，目前这个5月15日这根 K 线已经是出现了一个高点，但是呢，我们再等待一根 K 线，然后再看看是不是把第一个目标降下来。那所以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88。在到达它之前，那么这根5月15日红 K 的最高180，将是目前股价反弹或者上行的强压力。当然，我们说还有一个压力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高，也就是在176附近，我们去整数。那日后股价如果收盘价能够站上这个位置啊，我们说将确认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所以这也是一个小的压力位，好，那么在188，如果被站上，第二个目标就是199，这是强压力。那第三个目标就是206，这是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下行的目标也不变，依然是168，这是第一个目标。那目前啊，在到达168之前，除了20日均线值在173附近，我们说这根蜻蜓线的最低，在171.5附近，它将是股价下行的一个强支撑。那当然这也是空头要跌破的目的。168如果被跌破，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139，跌破139，我们会看到是继续这样一个中长期的空头趋势。我们说是从2023年7月20日以来的这个中长期的空头趋势。好，那么这是股价的下行。那我们再来看，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在5月1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是174。好，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之前我们说给的观察线是前面这根红 K 的最低，那我们说股价是不跌破它才会出现反弹，但是我们会看到在5月16日盘中，股价在盘中是一度跌破了前低，是在20日均线值遇到支撑，然后最后是出现了横盘，并没有出现一个大幅的反弹。好，那么我们把这条水平线调整到174是这根蜻蜓线实体的下沿。那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只有在174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才会出现反弹。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啊，我们说股价很可能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对，因为这根 K 线我们说它是一根典型的休息的 K 线。其实我们刚刚在 K 线信息解读的时候漏掉一个信息，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收盘价，我们会看到是在前面红 K 最低的上方。那么这根红 K 和前一个小绿 K 线形成的是一个长红吞噬，也就是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收盘价跌破了这个 K 线组合的最低，也就是173，那么股价将会开启一波下行走势。而恰恰是在5月16日啊，我们会看到这根 K 线虽然出现了新低，但是呢收盘价依然是在这个前低的上方，也就是说并且留有长长的下影线，所以这样一来啊，其实给出了股价后续走势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说的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补量上攻，一个是补量下跌，因为这是这根蜻蜓线啊，它是一根典型的休息的 K 线，当然也是止跌的信号 K 线。对，所以在5月17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174，那在它的上方我们说容易出现上行，在它的下方
我们认为可能会出现下行。这里我们说的上行和下行啊，是指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1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176，第二个压力位180，第三个压力位183，第四个压力位188。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173到175之间。那10日均线值也在这个范围内。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172附近。第三个支撑是168，第四个支撑就是158。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的这两个预测是并列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股价的下行。如果股价出现下行，那么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4，下方最低会到达168，然后收盘会收在169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那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上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4.5，然后呢，上方最高会到达178，但是收盘价会收在175.5附近，依然会收回。对，那么这样第一个点位我们预测呢，股价会出现一根含长上影线的一根小绿 K 线，或者小红 K 线。对，那么我们说同样的走势，如果股价最高能够到达181，那么我们也就是超过这根红 K 的最高，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80附近。那么他们这个2个收盘价点位的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行。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5月1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